陆燕婷从那台破旧的机车上下来的时候，旁边刚好停住一辆保时捷，她看了一眼，没什么表情。那辆保时捷是她的，只是今天开出来的是这台破车，车龄15年，里程数20万，是她特意让特助去二手车行买的，花了3万2。车身上还有几道刮痕，后照镜用胶带缠住，排气管的声音像得了哮喘，完美，她今天就是要这个效果。走进那间平价咖啡厅的时候，她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坐在角落的女孩。不是因为她漂亮，虽然她确实长得不错，素净的脸，眼睛很亮，扎住简单的马尾，穿住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碎花连衣裙，而是因为她跟这间咖啡厅格格不入，不是太高级，是太穷了。她的帆布包放在旁边椅子上，边角都磨毛了，拉链头用一条红绳子代替。她面前只点了一杯最便宜的红茶，杯子里插住一根吸管，她小口小口地喝，像是怕喝太快就没了。陆燕婷走过去，在她对面坐下。林小姐，她抬起头愣了一下，然后露出一个浅浅的笑容。你好，我是林雨夏。她没有盯住她的衣服看，没有盯住她的破机车钥匙看，甚至没有问她为什么迟到5分钟。她只是看住她的脸，眼神清澈的像山里的泉水。陆燕婷在心里冷笑，装继续装。她在商场上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，表面上不卑不亢，实际上心里盘算住怎么从他身上捞好处。那些豪门名媛哪个不是看见他的时候眼睛发亮，知道他是陆氏总裁的时候恨不得把自己贴上来。今天他要看看这个女人能装到什么程度。他没点饮料，他往椅背上一靠，双手抱胸，开门见山。林小姐，不瞒你说，我今天是来把话说清楚的。林雨夏看住他，等他继续。我创业失败，现在欠了地下钱庄500万。他故意把500万3个字咬得很重，利息1个月10几万，他们天天打电话来催，我手机都不敢开机，连这杯咖啡的钱我现在都付不出来。他停下来，等住看他的反应。一般来说，这时候应该有3种反应。第一种，翻白眼走人，这种最常见。第二种，强撑住笑脸说没关系，然后找个几口尿遁，从此再也不联系。第三种，当场发飙，骂他是骗子，浪费他时间。不管哪一种，他都准备好了应对方案，反正这只是应付奶奶的一场戏，演完就结束了。林雨夏看住他，看了大概3秒钟，然后他低下头，从那个磨损的帆布包里拿出钱包，一个用旧了的边角都翘起来的黑色短夹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，数了数，放在桌上。600块。他把钱推到他面前，你先坐一下，我再去点一杯。他站起来走向柜台。陆燕婷愣住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端住一杯拿铁和一块蛋糕走回来，把蛋糕放在他面前。你应该还没吃饭吧？先吃点东西。他坐下来，看住他，眼睛里没有同情，没有嫌弃，没有算计，只有一种很单纯的温温柔柔的光。没关系的，他说，在台湾只要肯做，跑外送，做工总有办法还清，你别灰心。陆燕婷低头看住那块蛋糕，草莓蛋糕，上面还插住一根小旗子，写住加油。她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她这辈子收过无数礼物，名表、名车、豪宅，甚至私人飞机，但从来没有人用600块买过她一块蛋糕。你不吃吗？她问。她抬起头，我叫陆燕婷。我知道啊，介绍人说过了。不是，我是说，他想说，我是陆氏金控的总裁，我不是什么欠债的外送员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但他看住他那双清澈的眼睛，那些话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。我叫林雨夏。他笑了，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，像2个小月亮。现在我们正式认识了，吃蛋糕吧，要凉了。陆燕婷拿起叉子，切了一小块放进嘴里，甜的。她很久没吃过这么甜的蛋糕了。1个月后，陆燕婷住在3重的顶楼加盖里。她自己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。那天的相亲结束后，她本来应该找个几口说不合适，然后消失在这个女人的世界里，但她没有。她鬼使神差地加了她的 Line， 又鬼使神差地答应了下一次见面，然后就有了第3次、第4次、第5次。为了把戏演全套，他让特助在3重租了一间破旧的顶楼加盖，
5平大的房间，一张床，一个衣柜，一张桌子，天花板还会漏水。他每天出门跑外送，其实是让司机在山下等他，换回西装进公司开会。荒谬吗？荒谬，但他不想停。他想看看这个女人到底能撑多久。他带她去饶河夜市。那天晚上，他兴致勃勃地拉住她挤进人群，在那些冒住热气的小摊前面停下来。卤肉饭、寨仔煎、臭豆腐、烤鱿鱼，他指住那些东西，眼睛亮晶晶地问他想吃哪个。最后他们在一家小摊坐下来，点了一碗卤肉饭，一碗贡丸汤。他把卤肉饭推到中间，拿2个汤匙，一人一个，这样我们就能吃2种了。他说把贡丸夹成2半，一半放进他碗里。来，吃。陆燕婷看住那半颗贡丸，沉默了。他在欧洲吃过米其林3星，一餐几十万。他吃过日本顶级和牛，一口上千块，但这一刻，他觉得那半颗贡丸比什么都香。下雨天，他坚持不让他叫计程车。叫什么计程车，浪费钱。他从包里拿出2件轻便雨衣，一件自己穿上，一件递给他，我们骑车回去，又没多远。他就这样坐在他那台破机车后座，穿住那件蓝色的轻便雨衣，双手紧紧抱住他的腰，雨水打在他们身上，打在他的脸上，他却笑得像个孩子。陆燕婷，他在他身后喊，声音被风雨盖过一半，我觉得这样很浪漫。他没说话，但他放慢了车速，他把自己的身体往后靠了靠，帮他挡掉一点风雨。他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现，有一次他们在路边摊吃面，他把碗里的肉夹起来放进他碗里。你做体力活要多吃点。他看住那块肉，3层肉，肥瘦相间，卤得油亮亮的。他夹给他的时候，自己的碗里只剩面条和青菜。你呢？我减肥。他笑了，他没戳破他，因为他看见了，他的鞋底已经磨平了，左脚那只还有一个小洞。他去补习班发传单的时候，就穿住那双鞋站一整个下午，但他舍不得换，他把钱省下来给他还债。陆燕婷从来不知道，原来这世界上还有人是这样活的，也从来不知道，原来这世界上还有人是这样对他的。2个月后，陆燕婷决定做最后一次试探，她承认自己有病。这么多年来，她见过太多虚情假意。那些在她面前温柔体贴的女人，转身就能为了钱出卖任何人。她不敢相信任何人，尤其是对她好的人，因为对她好的人通常都别有用心。她必须确认林雨夏是真的不一样。她让特助找来几个保镖，扮成讨债集团的黑道，凶神恶煞的穿黑西装，戴金项链，手臂上还贴住刺青贴纸。他们要去林雨夏的租屋处堵他，他自己躲在巷子口的车里看住这一切。下午5点，林雨夏下班回来，他刚走到楼下，那几个人就从旁边冲出来把他围住。你是林雨夏，那个欠债的陆燕婷的女朋友？林雨夏愣住了。为首那个保镖特助亲自上阵，戴住墨镜，一脸横肉往前走了一步。那个王八蛋欠我们500万还不出来，我们只好找你了。告诉他，再不还钱，我们就打断他的腿。旁边的人跟住起哄，推推搡搡的。陆燕婷坐在车里看住这一幕，她看见林雨夏的脸，一开始是惊恐的、苍白的，她往后退了一步，撞在墙上。她以为他会跑，他应该跑的，但他没有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突然冲上前，挡在那几个人面前。他的身体在发抖，但他站得直直的，仰住头看住那群比他高出一大截的黑衣人。大哥，他的声音也在发抖，但他没有退，请你们给他一点时间。他没有跑，他每天都在工作，每天都在还钱。特助冷笑，他那点钱连利息都不够。利息我来出。他喊出来，眼眶红了，眼泪在里面打转，但他强忍住不让它掉下来。我现在是代课老师，晚上还去热炒店洗碗，周末发传单，1个月能赚3万多，我都给他还债。3万500万你要还到什么时候？还到死我也认了。他喊得更大声了，眼泪中搭掉下来，求你们不要伤害他，他是我见过最好的人，他只是运气不好，求你们。他弯下腰，对住那些黑衣人，深深鞠躬，90度，久久没有起来。陆燕婷坐在车里，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一样。
他看住那个弯住腰的身影，看住他那双磨破的鞋，看住他因为洗碗而颤裂的双手，看住他在风中微微颤抖的头发，他忽然想狠狠抽自己2个耳光。他在做什么？他在试探什么？这个女人为了替他还债，每天吃超商的打折便当，鞋子破了舍不得换，晚上去热炒店洗碗洗到半夜，蹲在后巷吃客人剩下的馒头。而他在做什么？他在试探他，他配吗？他的手握成拳头，重重砸在方向盘上。够了，他说。那天晚上陆燕婷没有出现，他让特助把人撤了，自己在车里坐了3个小时，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。第二天，他让特助去查那个虚拟催款账户的流水，特助回来的时候脸色很古怪。总裁，你那个账户每个月初都会按时汇入3万块，连续3个月了。陆燕婷接过那张报表，低头看住，每个月3万，雷打不动。备注栏里每次都写住同一句话：燕婷的还款，请不要打他。那几个字歪歪扭扭的，是他用那双洗碗洗到贪裂的手一笔一笔写上去的。陆燕婷的眼眶红了，她想起最近几次见面，她越来越瘦，脸色越来越差，有时候坐在他机车后座，会不自觉地睡住，头靠在他背上，轻轻打鼾。他问他是不是太累了，他说没有，只是最近补习班比较忙。他相信了，他怎么会相信？他怎么会蠢到这种地步？他冲出办公室，总裁，你要去哪里？热炒店。他骑住那台破机车，一路狂飙到那间热炒店，店在巷子里，小小的，油烟味很重。他绕到后巷，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，林雨夏蹲在地上，面前是2个大塑胶桶，桶里堆满了油腻的盘子。她穿住一件脏兮兮的围裙，袖子卷得高高的，双手泡在肥皂水里，正在用力刷住那些碗盘，旁边还有一个桶子，装住客人吃剩的厨余。她刷完几个盘子，抬头看了一下四周，确定没人注意。她从那个厨余桶旁边拿起一个东西，是一个馒头，啃了一半的，沾住酱油的，不知道是哪桌客人剩下来的馒头。她低下头，把那半个馒头塞进嘴里，小口小口地咬住。陆燕婷站在巷子口，看住这一幕，雨开始下了。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来的，细细的雨丝落在身上，很快就湿透了。她没有动，就那样站在雨里，看住那个蹲在馊水桶旁边啃住剩馒头的女人。那个女人是她这辈子见过最傻的人，那个女人是她这辈子遇过最好的人，那个女人是她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。雨水混住什么东西从她脸上流下来，咸的那是泪。堂堂千亿总裁站在大雨里，哭得像个孩子。陆燕婷没有上前，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。她回到公司，坐在那间300平的办公室里，对住落地窗外的台北夜景发了一整夜的呆。第二天，她做了一个决定，她要继续演，但不是为了试探他，是为了她不知道为了什么，也许是为了补偿，也许是为了陪他，也许只是因为他舍不得离开那个蹲在馊水桶旁边啃馒头的身影。他值得更好的，但他现在还不配告诉他真相，至少让他陪他把这段最难的路走完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他照常跑外送，照常和他约会，但他太忙了，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。有时候他们约好见面，他会突然说要加班，然后消失一整晚。他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他在替他还债，他在暗处看住他把自己一点一点榨钱。有一天，特助推门进来，脸色很难看。总裁，林小姐今天在信义区的百货公司门口发传单，您那个前相亲对象也在那里。陆燕婷抬起头，哪个？就是那个三婶婆介绍的，还有她那个前男友。陆燕婷的脸色沉下来。走。林雨夏站在百货公司门口，手里抱住一叠传单。太阳很大，晒得他头晕。他已经站了3个小时，发出去大概200张，还有300张等住他。他想喝水，但一瓶矿泉水要35块，他舍不得。忍一忍，回家再喝。哟，这不是林雨夏吗？那个声音尖锐得像指甲刮黑板。他抬起头，面前站住2个人，一个是他三婶婆，一个是他前男友阿忠。阿忠穿住一件看起来很贵的衬衫，手里拎住好几个名牌购物袋，旁边还站住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，他新交的女朋友，据说家里有钱。
三婶婆上下打量他，嘴角挂住那种让人很不舒服的笑。哎呦，雨夏啊，你怎么在这里发传单啊？他的声音很大，故意让旁边的人都听见。听说你现在在跟一个欠债500万的外送员在一起，真的假的呀？林雨夏没有说话。阿忠走过来，低头看住他手里的传单，他伸手抽了一张，看了看，然后当住他的面把那张传单撕成2半扔在地上，还用脚踩了踩。500万！他笑出声。林雨夏，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？找个这种货色，要不要我施舍你几百块，让你去买件像样的衣服？旁边那女人跟住笑，笑声尖尖的，很难听。林雨夏低下头，弯腰去捡那些被撕碎的传单。他的手在发抖，但他没有哭。他蹲在地上，把那些碎片一片一片捡起来，放进旁边的袋子里。他不偷不抢，他说，声音很轻，但很坚定，比你这种靠女人的小白脸好10000倍。阿忠的脸色变了，你说什么？他往前走了一步，伸手要抓他的头发，突然，砰！一排由8辆千万劳斯莱斯组成的车队，气势磅礴地急刹在百货公司门口。所有人愣住了。那些车黑得发亮，车头那尊飞天女神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一台接一台，整整8台，把百货公司门口堵得水泄不通。围观的人群自动往两边退开，数十名黑衣保镖从车上下来，整齐划一地拉开车门，中间那台车门开了。一只穿住手工定制皮鞋的脚踩在地上，然后是一套黑色的手工高定西装，然后是一张所有人都认识的脸，陆燕婷，陆氏金控千亿总裁，全台北最有钱的男人之一。阿忠的手还举在半空中，整个人像被点了穴一样动不了。三婶婆的嘴张得能塞进一颗鸡蛋。那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腿一软，差点跪下去。陆燕婷没有看他们，她径直走向林雨夏。他还蹲在地上，手里抓住那些撕碎的传单，抬头看住他，一脸茫然。他走到他面前，然后单膝下跪，全场倒抽一口冷气。他伸出手，轻轻擦去他脸上的灰尘，擦去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沾到的汗水，擦去他眼角那滴中顿忍不住流下来的泪。对不起，他说，他的声音哑得像砂纸。对不起，让你等这么久。百货公司门口围观的人已经多到把整条街堵住了，有人认出陆燕婷，手机举得高高的，拍个不停，有人开始尖叫，有人忙住打电话叫人来看热闹。林雨夏还蹲在地上，看住眼前这个跪住的男人。那个男人穿住几百万的高定西装，身后站住几十个黑衣保镖，停在路边的是8辆劳斯莱斯，但他认得的是另一个人，是那个穿住褪色 T 恤骑住破机车，说自己欠债500万的人，是那个在夜市和他分食一碗卤肉饭的人，是那个下雨天骑车载他，故意用后背帮他挡风的人，是那个吃住他买的蛋糕，眼眶微微发红的人。你，他的声音在发抖，你是谁？陆燕婷没有回答，她从西装内袋里拿出一个信封，打开，抽出里面的文件，那是一份财产转让书，她双手捧住，递到他面前。陆太太，她说，声音低低的，哑哑的，带住一丝颤抖，我欠你的非500万非，我用整个陆氏集团和我的下半辈子来还，好不好？全场安静了，连手机快门的声音都停了。林雨夏低头看住那份文件，上面写住陆氏金控股权转让51%，价值超过1000亿。他的手一软，那份文件差点掉在地上。他抬起头看住他，他的眼眶红了。你骗我！那3个字像刀子一样扎进陆燕婷心里。对不起，他说，声音更哑了，我骗了你，我不是什么欠债的外送员，我是陆氏金控的总裁。相亲那天，我故意装穷，想试探你是不是那种拜金的女人。他听住，没有说话。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。他的眼眶也红了。我发现你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的人，我发现我离不开你，我发现。他顿了顿，我爱你。那3个字说出来的时候，他的眼泪也跟住掉下来。句对不起，让你受了这么多苦。对不起，让你吃剩馒头。对不起，让你为了我还债，把自己累成这样。对不起。他没说完，因为他伸出手捧住他的脸，
他的眼睛里全是泪，但他在笑。笨蛋，他说，我愿意。他愣住了，我说，我愿意。他重复了一遍，眼泪一滴一滴掉在他手上。你是谁不重要，你有没有钱不重要，你骗不骗我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凑过去，在他唇上轻轻吻了一下。我爱你。旁边有人尖叫出声。陆燕婷愣了一秒，然后伸手把他紧紧搂进怀里，他抱得那么紧，像是怕他再消失一样。旁边阿忠已经瘫在地上了。三婶婆脸色发白，抖得像筛糠一样，那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早就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。陆燕婷放开林雨夏，站起身，回头看了他们一眼，那一眼冷得像冰。来人，她说，这两个从今天起，我要他们在台北混不下去。保镖们齐声应是。阿忠的脸彻底垮了。陆燕婷不再看他们，她弯腰一把抱起林雨夏，走，我们回家。他搂住她的脖子，把脸埋进她怀里。阳光很好，她的眼泪把她的西装沾湿了一小块，但她笑了。那天晚上，林雨夏第一次走进陆燕婷真正的家——阳明山半山腰，一栋占地300平的私人别墅。门口有警卫，有铁门，有长长的车道，有喷水池，有花园。他站在客厅中央，看住那盏从3楼垂下来的水晶吊灯，久久说不出话。你在想什么？陆燕婷从身后走过来，轻轻抱住他。他转过头看住他。我在想，他说，那间顶楼加盖，你1个月租金多少？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3万，3万。他瞪大眼睛，那个破地方要3万？为了让你相信我是真的穷，他揉了揉他的头发，我让特助去租的，还特别叮嘱要租最破的。他沉默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低下头看住自己的手，那双手因为洗碗而粗糙，因为发传单而晒黑，因为捡传单而沾满灰尘。你真的不嫌弃我吗？陆燕婷握住那双手，她把它们举起来放在唇边，轻轻吻了一下。林雨夏，他说，你知道吗？他看住他，我这辈子收过无数礼物，名表、名车、豪宅、私人飞机，什么都有。他的声音低低的，但从来没有人为我做过你做的那些事。他的眼眶红了。你在咖啡厅给我买的蛋糕，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蛋糕。你带我去的夜市，是我去过最快乐的地方。你替我挡住那些非讨债的人飞的时候，是我这辈子最感动的时刻。他把他拉进怀里。你那双手是因为我才变成这样的。他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我怎么可能嫌弃？我心疼都来不及。他在他怀里中突然忍不住哭了出来，哭得像个孩子。他抱住他，轻轻拍住他的背。窗外，阳明山的夜静悄悄的，月亮很圆很亮。3个月后，台北某间顶级饭店的宴会厅正在举行一场婚礼，说是婚礼，不如说是世纪盛事。台北所有政商名流都来了，记者们挤在门口，镜头对准红毯，快门声响个不停。林雨夏穿住白色的婚纱从门外走进来。那件婚纱据说花了上千万，由法国设计师亲手缝制，但他走出来的时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不是看那件婚纱，是看他的人。他瘦了，但气色很好，脸上带住浅浅的笑，眼睛里有光。他一步一步往前走，红毯的尽头站住那个男人，他穿住黑色的西装，眼眶微微发红。他走到他面前，他伸出手握住他的手，那双手已经不像3个月前那么粗糙了。他给他买了最好的护手霜，每天帮他涂，1天3次。现在那双手已经慢慢恢复了本来的模样，但他永远记得他们曾经是什么样子，就像他永远记得那个蹲在馊水桶旁边啃馒头的身影。林雨夏，他说，声音有点哑，谢谢你愿意嫁给我。他笑了。陆燕婷，他说，谢谢你愿意等我。旁边的亲友们都笑了。牧师宣读誓词，他们交换戒指，然后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。他低头吻住她。掌声雷动，门口记者们疯狂按住快门，但他们什么都没听见，他们只听见彼此的心跳，咚咚咚，像是在说中等中等中等。又过了3个月，林雨夏站在那间顶楼加盖的门口，看住那扇生锈的铁门。你真的要来？陆燕婷站在他旁边，手里提住一个袋子，
他推开门，里面还是老样子，5平大的空间，一张床，一个衣柜，一张桌子，天花板上的水渍还在。他走进去，在床边坐下。陆燕婷跟住进来，把袋子放在桌上。这是什么？他问。你打开看看。他打开袋子，里面是一叠照片。他拿起来看，是他们在这间屋子里拍的。他煮泡面的照片，他趴在桌上睡住的照片，他蹲在地上擦水的照片，他坐在床边发呆的照片，还有几张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偷拍的。在夜市分食卤肉饭，在雨中抱住他，坐在机车后座，在补习班门口发传单，他的眼眶红了。你拍的？他点点头。为什么？他走过来，在他旁边坐下。因为我想记住，他说，记住你为我做过的一切，记住我们是怎么开始的，记住在最穷的时候你是怎么对我的。他看住他，以后我们会有很多钱，会住很大的房子，会去很多地方，会过很好的生活。他握住他的手，但我怕有一天我会忘记这间屋子。你怕忘记，我怕忘记，你爱的是什么样的我？他的眼泪掉下来，他扑进他怀里。笨蛋，他说，声音闷闷的，不管你多有钱，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那个骑破机车，穿褪色 T 恤，在咖啡厅吃蛋糕会眼眶发红的人。他抱紧他，窗外夕阳正慢慢落下去，余晖从那扇小窗户照进来，落在他们身上，金灿灿的。很久很久之后，他抬起头，看住他，陆燕婷。我想吃蛋糕。他笑了。走走，我带你去买。他们站起身，手牵住手，走出那间顶楼加盖，铁门在身后关上，发出哐的一声。但他们没有回头，因为他们知道最好的日子还在前面。